在电影的世界里，再见往往不是结局，而是一段漫长等待的开始。物理学告诉我们，当两个粒子曾经发生过纠缠，即便相隔银河，它们依然会彼此感应。而电影则用故事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真正建立过的情感，也不会因为距离或时间而轻易消失。正因如此，荧幕上的每一次久别重逢，都承载着人们对失而复得、对重新开始、对来日方长的想象。有些重逢跨越了星际与维度，只为履行一个回家的诺言；有些重逢在岁月尽头的回首里，让半生的漂泊有了归宿；而有些重逢是迷失在时间缝隙里的旅人，在爱人的不同岁月中反复确认彼此的存在。接下来这10个片段，用光影兑现了我们心底那句没说出口的“好久不见，别来无恙”。这场重逢戏全程没有对白，太乙本已因癌症晚期选择悄然离开，却在街头被浩廷找到。两人相视而立，沉默如海，但情绪早已翻涌成灾。他想解释，却知任何解释都苍白；他想拥抱，又怕自己配不上他的未来。两人之间没有触碰，却仿佛紧紧相拥。这种距离中的亲密，正是导演和演员共同营造的高级情感表达。这么巧？对啊，刚好在这附近买东西。好久没见了。6、7年了吧？还好吗？我结婚了，你呢？还在道上混？妈咪。你女儿啊？多大了？5岁。我在等我老公来接我，所以，我也赶时间。拜。拜。妈咪，我今年6岁了。对不起啊，妈咪说错了。陈永仁在街头偶遇前女友阿妹和女儿，这短短1分钟的戏，却是全片情感最细腻、命运感最强的段落之一。阿妹谎称女儿5岁，自己已婚，但孩子脱口而出的6岁和阿妹戒指戴在食指上的细节，强烈暗示女孩是陈永仁的亲生女儿。这场充满隐瞒的重逢，直观展现了他因卧底身份而失去普通人幸福的悲剧。萧亚轩以克制的表演和最后望向背影的眼神，传达出愧疚与遗憾，让这一幕更显真实动人。
Jack fucking twist. Son of a bitch. 断背山中阔别4年后的重逢，是这部压抑故事里一次精准的情感井喷。这不是柔情蜜意，而像是一场搏斗，与4年的思念搏斗，与不被允许的目光搏斗，更与内心的恐惧与羞耻搏斗。希斯莱杰的表演是这场戏的灵魂。重逢前，恩尼斯的动作局促慌乱，真正触碰的瞬间，防御机制彻底瓦解。他近乎暴力地将杰克按在墙上亲吻，急促的呼吸，紧闭的双眼以及双手紧紧抱住对方的力度，精准呈现出恩尼斯的失控。他怕这是一场梦，更怕这种违背世俗的爱会毁了自己，但他已经管不了了。 And late one morning, not long after I'd been back. Oh, excuse me, is Queenie here? Daisy? It's me, Benjamin. Benjamin? Oh my God. Of course it's you. Benjamin! How are you? 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There's so much I want to know. When did you get back? Well, I got back a few weeks ago. I spoke to Queenie. She said you were in the war. Somewhere at sea. We were so worried about you. I'm okay. Well, look at you. You're so lovely. You stopped writing. 二战结束后，本杰明结束了海上与战场的漂泊，回到了新奥尔良的养老院。这次归来，逆生长的他外表已褪去苍老，灵魂却承载着沧桑。而当年的小女孩黛西已成为纽约芭蕾舞团光芒四射的新星。重逢的惊喜真实而热烈，他们为彼此的改变深深吸引。然而，当年轻的黛西满怀爱意主动靠近时，她选择了退缩与告别。本杰明觉得此时的自己，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配不上黛西这份鲜活的美好。他不想成为她的负担，他们必须错过此刻，才能在未来生命真正平行的那个交汇點毫無保留的相遇。我得8歲，佢呢就好欣賞我把聲，咁就教我唱歌。我就係咁樣開始我嘅歌唱生涯。當我15歲嗰年，第一次嚟香港，第一首識唱嘅廣東歌呢，就係《一水隔天涯》。啊，又翻嚟香港啦！雖然自己一向有四海為家嘅感覺，但係香港對我嚟講係有一份仔。我係一個好愛自己嘅人，亦都因為媽呢個。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10年离散，一曲千元。纽约街头，邓丽君去世的新闻，让2个一直在漂泊的灵魂，又一次站到了同一扇橱窗前。当李翘与李小军的目光穿越人海相遇，时间骤然静止，没有呼喊，没有泪水，唯有嘴角缓缓漾开的历经世事的微笑。这一笑，淹没了10年的坎坷与错过。这一笑，让所有的漂泊都有了归宿。背景响起甜蜜蜜的旋律，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印记在此刻圆满闭环。原来最深情的重逢，是百转千回后，你我仍能相视而笑。Handsome，哇，多大！어떡하지?影片的核心概念姻缘，为这场重逢注入了东方哲学的诗意与宿命感。张力不在于能否重来，而在于我们曾拥有如此深的姻缘，却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这种认知带来的不是撕心裂肺，而是一种浩瀚而平静的怅然。这场戏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2位主演恰到好处的局促感。他们共享最私密的童年记忆，却不得不像陌生人般重新确认彼此。格雷塔里精准把握分寸，熟悉中带着距离，情绪始终被理性轻轻压住。刘台武则以略显紧张的肢体与犹疑的目光，呈现出一种既期待又不知所措的状态，使角色始终停留在欲言又止的边缘。正是这种不自然、不顺畅的相处，让这段重逢显得格外真实。I'm sorry I'm late, I got lost. Hello. Hello. Should we sit down? Yes, of course. Sorry, I can't remember it. 2, thank you.
麦卡沃伊的表演从进门就开始了，他看似坚定地走向咖啡馆，却在看到塞西利亚时本能的躲闪。与罗比的犹豫相比，塞西利亚始终笃定，早已起身等待。曾在庄园图书馆激情相拥的两人，如今在嘈杂的咖啡馆里却局促如陌生人。战争和冤狱早已杀死了那个轻盈的少年，罗比的眼神里不再有光，只剩下防备与空洞，把一个被生活彻底摧毁的幸存者演得入木三分。这场戏是赎罪中比美学的巅峰，看似真实动人的情感，最终被揭示为一场幻梦，也因此更深刻地反思战争、人性与救赎。I'm going. No, Daddy, sing. I can't sing. Where are you from? I'm 39. Alba's just a baby. We're in the house. We're happy. 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were coming? I would have been here waiting. I didn't want you to wait. I don't want you to spend your life waiting. I love you. I can't stay. I know. 与其他电影不同，《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中的重逢往往伴随着即将到来的消失。亨利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症，会不受控制地穿越到人生中任意时间点，他无法选择去往何时，也无法停留太久。克莱尔则一生都在等待，从6岁第一次见到36岁的亨利开始，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守候。这里是两人初遇之地，也是亨利在电影中最后一次穿越，首尾闭环，形成莫比乌斯环式的爱情结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有永恒的循环与确认。You told him I like farming. It was me, Murph. I was your ghost. I know. People didn't believe me. They thought that I was doing it all myself. But I knew who it was. 如果说《星际穿越》整部电影是一场关于物理极限的探索，那么结尾这场重逢就是对爱作为更高维度力量的最终证明。满头银发的女儿与依然年轻的父亲，这种极具反差的视觉奇观，瞬间让观众理解了什么叫沧海桑田。它之所以震撼，不在于亲情的煽情回归，而在于把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变成了无法跨越的现实鸿沟。父亲几乎未曾老去，却错过了女儿的一生。重逢因此不再是补偿，而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结算。他们终于相见，却已无法共享同一段人生。
Joey? Where you been then, eh? Where in the world you been? 战马的重逢之所以被我们视为同类影片中的第一名，并非只是因为情感强度，而在于它触及了一种跨越物种的心灵共振，从而抵达了战争叙事中少有的精神高度。少年与马的守望超越了国界、胜败与史书，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便在纯粹的情感面前沦为背景。当人类文明濒临崩溃时，是人与动物之间这种未经污染、誓死不渝的羁绊，成为了我们共同守望的最后灯塔，并最终引领我们穿越战火，回归家园。这里是观影悟道，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等到那场不早不晚的重逢。我们会继续和你一起在电影里阅尽人间百态。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吉祥。